这话说的就放肆了些，多少掺杂了轻视与鄙夷。苏舍听得面上愈发冰冷，恨声道：“金小公子，我是与你就事论事讲道理，你又何必如此折杀旁人？”他边说，手里的南瓶也跟着微微颤抖起来，甚至因为被注入了灵力，散发出点点银白的光。金灵正欲开口，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响，四面八方传来稀稀疏疏的草叶撞击的声音，夹杂着什么东西移动的声音，正飞速向他们涌来。那只方才还奄奄一息的独眼怪，此刻像被突然注入了什么力量一般，挣脱了那支箭，一跃而起，向他们露出了满口的獠牙，巨大的独眼里已经布满鲜红的血丝。金灵握着佩剑，在原地转了几圈，茫然又无措，怎么回事？魏无羡躺在树上，原本是很放松惬意的，下一刻，一阵震耳欲聋的喧嚣声透过鬼怪的耳目传达至他的脑海，几乎要将他震晕过去。他连忙支起身，强迫自己睁开眼睛，切断联系。他头痛欲裂，额角满是渗出的细汗，几乎就是刹那间发生的事。他的心脏在瞬间抽紧，一阵熟悉的无力感跟着席卷全身。魏无羡眼前一阵发黑，手肘一软，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软了下去。此次与上次不同，他人尚在树上，这一软，魏无羡整个人便从树上掉了下去。听着耳畔传来的轻微的咔嚓声，魏无羡一阵无奈，真是有够倒霉的，偏偏这时候出问题，从树上摔下来可不舒服，特别是这么高的树，肯定是要狠狠疼一下的。算了，摔就摔吧，他还怕摔这么一下吗？魏无羡咬咬牙，闭起眼睛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眼冒金星的疼痛感。然而预想中的闷痛并未到来，他落进了一个不算柔软，却足够踏实而稳重的怀抱。魏无羡惊异地睁开眼睛，才发现接住他的人是蓝忘机。他一直没有走，就在树下守着他。见魏无羡突然从树上摔下来，蓝忘机便稳稳地将他接住了。因而这一次，魏无羡摔下来却并不疼痛。魏无羡心里漫上一阵说不清的感觉，然而下一刻他便意识到蓝忘机是横着接住了他，而他本人现在躺在蓝忘机的臂弯里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抱姑娘才会用的姿势。他立刻道：“蓝湛，我不小心踩空了，幸亏有你，已经可以了，把我放下吧，这姿势怪难看的。”蓝忘机听了，将他小心翼翼地放到树边，淡淡道：“很难看吗？”魏无羡道：“一个大男人还要被这么抱，很好看吗？”蓝忘机摇摇头，看起来并不认同魏无羡的观点，只是伸出手撩开了魏无羡的衣角。那下面藏着金铃的银铃，原本就已有一道裂痕，此刻再看过去，银铃之上又多出了一道刺眼的伤疤。蓝忘机盯着那道伤疤看了一会儿，又抬头控诉般的看着魏无羡。魏无羡一阵心虚，躲闪道：“蓝湛，不是我故意隐瞒，这不也是没办法的事吗？我也没想到真做起来消耗这么大。”蓝忘机道：“你可知银铃受损，你会如何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最坏不过再死一次。”蓝忘机晕道：“既知如此，为何还要莽撞？”魏无羡道：“何谓莽撞？我做的每一件事会有什么后果，我心里清楚，我不会那么容易死的，蓝湛，你信我。”蓝忘机还想再说什么，魏无羡却突然一拍大腿，叫道：“坏了！刚才看见异象的方位是金陵那边，蓝湛，此事我们之后再说，快走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急急忙忙地站起身来，随便出鞘。蓝忘机却拔出臂辰，把随便拨到一侧，不要随意动用灵力。他道：“我来。”魏无羡毫不犹豫地把随便收回，一把按住蓝忘机的肩膀，挤上了臂辰。二人对视一眼，魏无羡道：“东南方向200里处，蓝湛，走。”金陵用左手撑住剑身，右手紧紧握住剑柄，猛一发力，将死死咬住他佩剑的独眼怪甩了出去。方才还踪迹难寻的妖兽，此刻却像是被磁石吸引一般，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集。金陵心下觉得蹊跷，有心找机会发个信号烟花求救，却因妖兽太多，一直不得空。而且苏舍尚且在此，他总憋着一口气，不想在这种人面前示弱。金陵操着佩剑，将一只走狮挑到一边，那走狮顺势向一侧的苏舍扑过去，接着竟像看不到他一般，
再也没有扭头转向金灵。金灵一愣，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剑，略带迟疑的抬剑，用剑身在一只妖兽身上猛地一击，果然，那妖兽一进入苏舍周边，立刻便找准了目标，任由苏舍如何驱赶，也没有离开过。这些东西都是冲着苏舍来的。金灵笃定。明了了这一点，金灵当机立断，翻身上剑，准备离开这块是非之地。岂料他才刚刚升起不过几尺，剑身便忽的一沉，一个冰凉的东西贴上了他的脚踝。金灵打了个激灵，低头看下去，原来是个女鬼。这女鬼身躯已然被南平洞穿出一个口子，露出乌黑的内脏，突然扒到他的剑上，想来是苏舍气急败坏，试图一口气震走身遭的妖兽，用力过大，导致他也跟着遭殃。